如果你现在手边有任何闲钱，并且正准备在这个月 all in 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SpaceX， 请你先停下来，听我说完。我们都知道 Elon Musk 带领的 SpaceX 即将启动一场上看 1.75 兆到2兆美元的一个超级 IPO， 全市场都会陷入疯狂，因为这一次居然有高达 30% 的这个新股会直接透过 Robinhood、Sophie 还有 Swap 等平台开放给所有散户认购。你是不是觉得太棒了？你终于有机会跟首富一起登上火星了。但如果我告诉你，这家估值将近2兆美元的太空公司，其实是一头披着太空衣的 AI 次元怪兽呢？如果我告诉你，他那个所谓年收100亿的超级合约，对方其实只要提前90天通知，就能随时撕毁不认账。Hello， 各位，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是阿伟。现在拍摄时间是6月1号晚上的9点。今天这支影片，我要把 SpaceX 刚提交给 SEC 几百页的招股说明书一页一页撕开来看，你会看到华尔街承销商绝对不会让你知道的致命陷阱，高达负193% 的惊人利润率，靠会计魔术变出来的几百亿资产，以及内部人士准备在几个月后对散户大到货的残酷时间表。当然，我不只会报忧不报喜，在影片的后半段，我也会教你如何利用纳斯达克指数的快车道规则，以及一档隐藏版的太空 ETF， 让你不用承担 IPO 首日的暴跌风险，却能安安稳稳的赚到这一波热钱的红利。今天的内容非常硬核，在开始前，大家也不要忘了按赞这部影片，订阅我的频道。如果大家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首先，我们现在聊聊估值 1.8 兆到2兆美元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根据最新的 S1 文件 ，SpaceX 在2025会计年度的预估营收大概是 186.7 亿美元。我们简单来算一下，这代表它的 PS 估值是多少？高达惊人的93到100倍。你们还记得当初2025年 AI 最热门的股票 Palantir 吗？当时它快冲到100倍这个 PS 的估值的时候，迎来的是惨烈的估值修正，现在只要大概40倍左右。那么马斯克要怎么合理化这个93倍这个估值呢？答案是画一个全宇宙最大的饼。看这张他们来自 S1 文件的图表， SpaceX 宣称他们的总可服务市场 TAM 高达 28.5 兆，各位，这是一个很疯狂的数字。但你仔细看图表的细节哦，太空与卫星上网加起来才不够2兆美元出头，那剩下庞大的 26.5 兆美元是从哪来的？答案就是 AI 基础设施与企业应用。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SpaceX 已经不是太空公司了。他在今年年初合并了 Elon Musk 的这个 XAI， 他把拥有10万甚至未来55万颗的 NVIDIA 晶片的这个 Colossus 包装了进来。这里有一个极具争议的这个会计魔术。根据报告 ，SpaceX 本身的营运其实是在消耗股东权益的，但在 AI 业务与 SpaceX 合并后，资产负债表上凭空多出了375亿美元的这个股东权益，产生了大概110亿美元这个商誉。如果没有这项会计操作呢 ，SpaceX 在 IPO 时的股东权益会是负数的。你花2兆美元买了公司，其实是靠纸上的富贵撑起来的。接下来我们来深入财报的数字，我发现3个极度危险的这个业务隐患。第一个隐患就是 AI 部门是个超级税钞机，大概2026年第一季的财报 ，AI 部门的资本支出高达了 77.2 亿美元，占了全公司支出的70%以上。更可怕的是，这个部门每赚1块钱就要亏掉2块钱，它的营运利润率是极度悲惨的，是负 193%。你以为你在投资火星移民，其实你是在帮一个超级 AI 黑洞买单。那第二个隐患就是100亿合约的免责条款。最近新闻都在报，知名 AI 公司 Anthropic 签约租用这个
SpaceX 的算力，每个月要支付 12.5 亿美元，合约长达3年到2029年，听起来是一笔每年150亿美元的稳赚生意，对吧？但魔鬼藏在细节里哦。S1 文件里第13页有一行小小的字写着，这份合约任何一方都能在90天内无条件终止。如果 Anthropic 找到更便宜的云端算力，这笔庞大的营收会在短短的3个月内瞬间归零。那第三个隐患也是我最担心的，就是唯一赚钱的这个项目正在衰退。目前 SpaceX 唯一营运利润为正的是负责卫星网络这个 Starlink 部门，就是这个星链。好消息是用户数翻倍达到了1030万，但坏消息呢，他们在面临一个严重的降价求生。图表显示 Starlink 的每用户平均收入就是 ARPU 从2023年的99块美元一路暴跌到今年第一季只剩下66块美元，跌幅高达了 22.9%。在科技股的逻辑里面啊 ，APRU 大幅下滑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讯号，这代表这家公司只能靠不断的降价，吸引低价值用户来维持表面的成长。你看 Netflix 和 Meta， 他们在高速成长期的时候 ，APRU 都是上升的，但 Starlink 表面风光，但获利效率其实正在快速恶化。借我10秒工商一下，我的每支影片下面的描述栏都有放我自己目前在使用工具的专属连结。如果大家有用这个专属连结注册的话呢，你和我都可以拿到一点点的小优惠，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你看到这里，恭喜你，你已经赢过在市场上 90% 只看到标题就无脑 all in 的散户了。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关乎你真金白银出场与进场的策略。你以为 IPO 首日的飙涨是你获利的时候吗？错了，那是大户设下流动性的陷阱。接下来我们来破解这个 S1 文件第266页内部人士解禁锁定期 Lockup Period。根据规定，有高达 20% 可提前解禁的股票会在2026年的6月底的季报发出后会立刻解除锁定。如果财报发出前10天股价比这个 IPO 多出 30% 的话呢，它还会额外再解禁 10%。这意味着什么？在大概8月中旬的时候，市场上将会涌入海量的股票，那时候那些早期投资人会在这个时间点疯狂到货。这又是为什么？我在开头说不要在第一天去追高，但是这里有一个足以抵消到货潮的超级被动买盘，因为 SpaceX 估值远超1兆美元，它符合纳斯达克指数的快车道规则，它在上市短短15个交易之后就会被强制纳入这个纳斯达克100指数。这代表什么？所有追踪纳斯达克100指数的 ETF， 像是 QQQ 将被迫在市场上无脑扫货，预计会产生170亿到200亿美元的超级买盘 ，S&P 500也可能会跟进。所以如果你想买，真正的甜蜜点是夹在刚上市几天到被动买盘涌入这极短的时间窗里面。当然，要直接买这个 SpaceX 的风险太大了。有没有更聪明的买法呢？有。当淘金热的时候，最稳赚不赔的永远都是卖铲子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彭博社最近报道指出，聪明的华尔街资金正把目光从估值过高的 AI 晶片厂转向亚洲科技的供应链。SpaceX 和 Anthropic 预计会释放数十亿美元来建设资料中心与冷却系统。大家要知道，要维持数十万颗 GPU 运作，伺服器组装、水冷散热与电源管理是关键。像台湾伺服器代工大厂广达、伟创，或是拥有散热技术领先的奇鋐，他们这类身处在亚洲下游硬体制造商，极有可能成为这波 AI 基础建设大傻逼下最直接受惠的隐形赢家。你不一定要买那些极度昂贵的 SpaceX 嘛，买它亚洲供应链反而是更具性价比的一个选择。另外，我们也不能忽略这场 IPO 对传统国防军工股的降维打击。SpaceX 刚刚拿下美国太空军 41.6 亿美元的这个合约，用来部署卫星追踪飞行器。法国巴黎银行的报告指出 ，SpaceX 的这个 Starship 可以把发射成本降到每公斤1000美元以下。这对传统老大哥波音还有 LMT 的联合发射联盟来说压力巨大。虽然短期内传统的军工在抗干扰战术硬体上仍有优势，但长远来看，军工股板块的估值将在面临一次严酷的重新洗牌。
好，影片的最后面，我来分享一个我觉得比较可行的一个操作策略。前面有说过，SpaceX 虽然有极高的这个 AI 泡沫风险与内部人的控制问题，像是 Elon Musk 握有85%的这个绝对投票权，但它的动能与话题性是无法被忽视的。如果你跟我一样不想去对赌这个 IPO 首日的这个疯狂波动，也不想随时担心那90天可取消的 AI 合约，你可以考虑一档名叫 UFO 的 ETF。UFO 是历史最悠久的这个太空主题 ETF，目前它里面还完全没有这个 SpaceX 的股票，但是一旦 SpaceX 上市并纳入指数 ，UFO 为了追踪产业，势必得在市场上大量买进，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套利交易。你在 IPO 之前或初期买进 UFO， 等于提早埋伏，即使 SpaceX 后来暴跌 ，UFO 里面也有其他优质的太空产业公司来帮你分担风险。如果 SpaceX 狂飙，那 UFO 就能享受到这个被动买盘推升的巨大红利。总结来说 ，SpaceX 是一间极度优秀的工程公司，但现在它被包装成了一个完美无瑕、不容许任何失误的2兆美元 AI 金融商品，它价格已经反映了未来10年最乐观的剧本。请记住哦，伟大的技术并不自动等同于最伟大的投资。你准备好参与这场历史级的 IPO 了吗？还是你决定从供应链或是 ETF 下手？请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支深度解析影片对你有帮助，请务必点赞和订阅，然后开启小铃铛。另外，每周3跟每周日晚上8点45分，我也会在我的频道进行直播。如果你有问题，也可以来我的频道参与直播来提问。好了，那今天就讲这么多，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各位的支持，我的频道会员功能已经开通了。如果各位看了我的影片，觉得有帮助，可以点击下方描述栏的加入会员连结，用行动支持我继续创作。详细的会员分几项功能可以参考这一部影片。